家好，我是姚温娜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Hi everyone, I'm Yaona. Welcome to my channel. For non-Mandarin speakers, you can turn on CC for English subtitle. 今天我要来跟你们分享2月的爱用品。那这一集的话，我们就会专注在彩妆保养。我原本要全部的东西都放在同一集，但我觉得应该又要变得很长。这个月蛮多爱用品是在屈臣氏跟保养买的，因为我有去 Cosme 的 pop-up event， 他们的地点是在星光三月南西馆。虽然离我家没有到很远，但其实我还蛮不常去那边的，所以我就趁机好好逛了一下宝雅啊、大创，平常比较不会逛到的地方。那我先从我在网络上乱买的好了。那第一个我买的是雅诗兰黛的波波妆前，这个是一个小样，我一直想要尝试雅诗兰黛的底妆。那我自己用下来的心得是觉得，我反而会觉得它比较适合干肌耶，或者是在天气比较不热的情况下。我自己用的话呢，我可能就是在我平常会脱皮的地方，就是额头，还有两颊，还有比较常脱皮的地方是鼻孔上方这里。我会稍微抹一下这样子，整个鼻子、鼻翼、下颚的地方我都没有碰到。那我自己用下来是觉得它还蛮保湿的，然后也很水润，擦上去不会有那种滑滑收干的感觉。如果你是打油剂的话，我就比较不推荐。但如果你是跟我一样局部拿来使用的话，你可能两颊比较干，那你就使用它。然后中间 T 字的地方，你就可以使用比较控油一点的妆前。它这一罐虽然挤出来是有一点点淡淡的粉红色，它不会去改变你的肤色，它也不会让你的肤色变得红红的。如果你想要有提亮气色的话，那这一罐就没有办法做到。但是如果你是想要妆前做好保湿的话，那这罐就可以。那下一个呢是 Dior 的遮瑕。那我买的色号是 1W， 原本我蛮怕这个色号对我来讲会太黄，我看它网络上的色号，本来觉得好像 1N 比较适合我， W 系列的好像比较黄一点，但其实我觉得还可以耶。我今天眼下这2道就是用它来遮的，还有旁边一些小瑕疵，然后我也把它拿来当做眼影打底，我觉得还不错耶。因为平常我都是用 NARS 的遮瑕或是 NARS 的眼影打底，因为我觉得它非常能撑住那个眼妆。我发现这一款遮瑕真的也蛮控油的，也很持久。它跟 NARS 一样，就是我可能这边都脱妆了，然后我这一块眼睛我还是干的。因为有些时候你眼妆在溶解的时候，你自己可以感觉到，就是开始变得有点厚重。而且我爬文的时候，我也是看到很多好评。它的这一个 Forever 系列的，我真的觉得还不错。如果你要更大方一点，你把它拿来当粉底也可以。然后我也很喜欢它的妆感，我也很喜欢它很持久。我觉得它的刷头不好一点，就是很容易它的这个瓶口会看起来脏脏的，有一点点廉价感。它刷头真的是还蛮胖的，很粗，它比较没有办法精准的点一个小小的一点，但是反正眼下这边到时候都是晕开的，所以我是觉得还好。我觉得它真的还蛮好用的，喜欢，用起来有个高级的感觉。那接下来呢，我来分享在屈臣氏买了什么。第一个就是我眼睛上的隐形眼镜，这个也是爱能仕的。我之前有分享过月银金那个颜色，然后这一款是同系列，它叫极光灰，也是月抛的。我一开始看它包装上这一个，我以为会有一点点迷幻的感觉。你看它这边是灰色的，但是我在素颜的时候，我戴上去就觉得，它有一种灰蓝的感觉。不知道镜头前看不看得出来？可能稍微跟这个眼妆没有那么强的搭配性，对我来讲没有像是纯灰色那么的好搭配，但是我觉得眼睛看起来很深邃耶，不一定要很迷幻，但是你可以感觉到我眼睛有变大，然后有一种无辜的感觉，我自己也很喜欢。我戴的第一天我就又跑去屈臣氏再买了另外一副它2月份的价钱是一盒里面有2片
然后特价199。我之前爬文的时候，我还有看过有人分享，它一副是99块，所以不知道它这个价位会有什么变化。然后戴起来也很舒服，也很水润，不会拔不下来，而且很刚好，我2只眼镜目前是可以戴同度数的，所以我就不需要买2盒不同度数的来搭配，所以我自己用下来会觉得蛮划算的。但如果你比较喜欢走大地路线的话，它这一个好像有一个极光棕，你们可以去尝试看看。那下一个我买的是 Himi 的绿色遮瑕蜜，这个遮瑕蜜我之前有介绍过，在情人节妆容的那一篇教学里面有，我最近都是拿它来遮我这边的泛红，而且它很水，所以你点一点它就可以大范围的晕开，所以用量蛮省的。那你一次用也不要用太多，不然你就会一直晕到你整张脸都是绿绿的这样子。但我觉得它对于消除那个红，在我的脸上的红是蛮有帮助的。那你可以去门市试试看这个绿色对你的泛红有没有帮助。那下一个也是 Himi 的，是他们的眉粉。那我买的色号是茶棕色，今天右边的眉毛就是茶棕色的，这个色号就是看起来有一点点微绿这样子。我其实还蛮喜欢它这个刷子的，因为我从来没有用过眉粉，所以我也不太在乎怎么使用眉刷，所以我就直接用他们的眉刷。我觉得它那个刷毛还蛮软的，还蛮显色的，我只是沾一点点，然后我一下去它就是一个印子，然后一开始我就有点吓到，它这一头还蛮软的，所以很好晕开这样子。我就是从中间开始，然后这样子晕开，然后眉尾再开始加深。那眉头的话就是用最浅的颜色。诶，我发现我现在要讲的这个眼影盘不是在屈臣氏买的，最近也是一直在用这一个眼影盘，我出门的时候就随便扫几下颜色，最近都是在使用这2个亮片色搭配的。我今天原本要画一个更红一点的眼妆，在镜头上看起来没有很红诶。我今天原本是想要加重这个颜色，想要画一个红金的眼影。我今天前半段就是用上面这个金色的亮片，有吗？有吗？觉得很美啦，我觉得它有让我双眼皮看起来比较厚的感觉。这一盘真的是蛮好上手的，有一个小小的缺点，就是它的亮片色会掉粉，然后我觉得不太好扫掉，所以我在上亮片的时候，我都会拿一个东西遮住我的眼下，然后我是用点的把亮片色点上去。但这一盘我觉得搭配性很好，它颜色配得很好，又不会太深，所以如果你还是新手，你不太知道要怎么搭配的话，这一盘真的是随便配都很好看。它没有一个太跳痛的颜色，会让你那我这个要怎么用呢？对，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实用百搭的眼影盘。那润唇膏的话呢，我情人节那支影片也有用。我今天的唇妆就是先用浅的雾面色的唇釉来打底，来去遮掉一点暗唇，然后在中间的范围这边用这一支润唇膏，就不会让你的嘴唇看起来就是一个很雾的平面。这妆效看起来还不错诶，因为我原本底下这个唇釉我觉得对我来讲太浅了，但是在加这个上去之后，我觉得嘴唇就有种嫩嫩的感觉，因为我的嘴唇一直都很暗沉，然后今天画成这样，我就觉得看起来好嫩哦，看起来很好亲，一种少女的感觉。那接下来是1028的产品，我不知道在其他地方是怎么样，但是屈臣氏2月的时候有活动，你买一支飞机系列的睫毛膏，它就会送你一盘眉粉。那你买2支飞机的睫毛膏，它就会送你一个睫毛夹。这个赠品是有累计的，不是说你买2支睫毛膏，它就不给你那个眉粉盘了。所以我就买2支。那我买的都是肌非常的系列，我买的是黑色的跟朱古力色。我现在脑袋有点懊悔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原本其中一个颜色我是想要买飞机浓的版本，就是它的刷头是有一个小弯度的，因为我就没有用过，所以我不想要它的长就只是纤长，但是我是需要浓密的效果。
然后那时候我家附近的屈臣氏它已经没有赠品了，然后我就觉得去另外一家屈臣氏看看，但是因为南西店那一家的屈臣氏真的人很多，所以我就没有找到飞机农系列的产品在哪里。我再加上看的都是飞机场的，我现在有点 annoyed， 因为我昨天呢又去逛了屈臣氏，然后呢我就看到飞机农的系列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找到了，因为它两个是不同的包装，它飞机场的包装是这种塑胶的，然后有点荧光的这样子，但它飞机农的系列呢是纸盒包的，所以当然我认不出来啊。但我用了他们两个之后，我没有生气啦，我对他们就是相见恨晚的感觉。我觉得这两支都很持久，它没有因为它是一个不同颜色的，然后不持久。那我觉得它的优点就是，第一，我有些时候我睫毛就乱夹，有些时候就会不小心夹成一个直角，然后刷它上去的时候，它不会把我的直角定型，它反而是有把那个直角的那个弧度让它变成是弧的，然后往上，它有去修正我那个没有夹好的地方。然后第二，它的膏体其实干的蛮快的，它干掉之后它就是硬掉，然后就这样子硬在那，所以呢它才会这么持久。然后它很持久也是因为它其实还蛮抗油的，它不会因为沾到油就塌下来，但就会变得比较难卸啦，就是我觉得要敷比较久。然后第三，我觉得它不是只有纤长的效果，它的那个膏体也会让你的睫毛变粗，所以会看起来比较浓密。我真的懂你们在讲这个刷头到底有多好刷了，就是我终于懂什么叫做不会乱沾你眼皮的刷头，因为它这个刷头很细，但是它不会细到没有办法抓住你的睫毛。它虽然很细，但它的刷头是可以卡进你的睫毛，然后均匀的刷在你的睫毛上面，但又不会因为太粗，然后就很容易碰到眼皮弄脏。然后像我下面的睫毛很细，那它也可以抓住我那些细的睫毛，然后让它们变粗。变长我自己的感受没有到那么深，因为我比较在乎浓密，而且它刷的时候不会有蟑螂脚。它不像 Maybelline 那个 Sky High 的那一支，就是你刷一层，你的睫毛还是看起来细细的，然后就稍微有点变长。它刷一层，它就会让你的睫毛变粗，变得很有存在感，因为它很快干，很容易硬掉，所以你上第二层的时候你要快。我个人会觉得，你拿很湿的膏体去上它已经硬掉那个地方，会看起来有一坨东西。所以就是你要比较熟练的赶快去刷第二层。今天我就是刷这一支，我觉得很浓密，它这支刷起来真的很美，不会坨在一起。那朱古力这个色号呢，就效果是一样的，但是我觉得它不像黑色一样这么的明显，所以我自己会上到2层，就让它变得更粗。它还有另外一个咖啡色的，是比较深的颜色。我自己觉得朱古力这个色号比较美，然后其实我原本还想要买另外2个颜色，一个是蓝的，一个是粉棕色的感觉，就是这2支刷起来会让你的睫毛看起来比较雾面，但是另外那个蓝色跟粉红色的，它的膏体是看起来会亮亮的。那时候我试在手上的时候就觉得哇好美哦，但我也是试在手上的时候就发现它真的很难搓掉。那他们送的这个眉粉呢，我选的色号是03棕灰色，因为我的发色关系。我今天就是左边是用它。我一开始看到这个灰色的时候，我有点害怕，我就想说，哇，好像有点深诶，会不会看起来整个变得很像毛毛虫的感觉？但没有，我就是加一点点的在眉尾，但它颜色我觉得配的也还不错。我其实有想要把它拿来修容，但我怕太深。因为我自己发色比较深的关系，所以我买的是灰色的，但是它也有更实用的颜色，像是我觉得它的02就蛮实用的，也是可以去试刷一下。那买2支睫毛膏送的这个睫毛夹呢，一开始我觉得它蛮难用的，它对我来讲比较难上手的原因，是因为我平常在用的那个是没有弹簧的，不需要使那么大力，也没有那么大的阻力，但是我其实还蛮喜欢它这个垫片的，我觉得它的垫片很弹，
也比较不容易把你的睫毛夹成一个直角。对，它有越来越好用的感觉，而且它这个弧度没有这么的弧，因为有些时候我夹睫毛的时候，我前面的睫毛会有点夹不到。那这一支我觉得它蛮适合我的弧形的，所以我可以一次夹到整排的睫毛。如果你跟我一样，就是这个弧度没有那么大的人，那我觉得这个睫毛夹是可以试用看看的，而且它原价好像也才100多块吧。那么呢，因为呢，我就发现1028这个睫毛膏有一点难卸，我真的是有点被烧到了，所以我就去买了 Kiss Me 的睫毛卸除液。我一开始对这个东西真的很无感，我就觉得我干嘛要它？我就是有眼唇卸妆液就好啦，干嘛多那一步走呢？我昨天才刚买到它，然后昨天就用了它，我就想说，好，这以后一定会变成我的常态商品。我觉得它刷头有点鸟，因为毕竟它里面的液体是水水的，所以我觉得它做这个刷头真的没有屁用，就是何必呢？它没有抓住我的睫毛的感觉啊。但是我就是想说啊，要去洗澡之前先涂一下，反正我就先用了它，然后我大概去摸了5分钟之后，我去卸眼妆的时候就哇，真的都是把我的睫毛膏溶解了。我用眼唇卸妆液的时候，我就不需要再敷在那边，然后等那10秒，我轻轻的就可以这样子把它推掉。但是使用卸除液之前呢，我会建议你先把隐形眼镜拔掉，因为你溶解的睫毛膏会弄得到处都是，然后你这样子去拔隐形眼镜的时候，就一定会沾到你溶解的睫毛膏。我个人不喜欢那个感觉啦，然后弄得手指甲这边都是黑黑的这样子。但如果你是戴日抛就没差啦，如果你是戴月抛、戴长戴型的，你就要特别加强的清洗，把沾到的东西洗掉。而且本来就是你卸眼妆之前，最好还是先把隐形眼镜拔掉，对你的眼睛比较好。一个小小的叮咛。所以呢，这一支真的可以买起来。如果你是跟我一样，就是喜欢用防水型、很持久的睫毛膏，它真的可以帮助你更轻松的卸睫毛。那 Kiss Me 还有一项呢，是我在 Cosme 的那个活动买的，那时候我就去试用了这一支抗晕眼线液，色号52雾灰粉，它就是一样，他们那一支需要摇的眼线液，它的表现跟它那个黑色眼线液一样，就很持久，也不会乱晕。重点是我觉得它的颜色很美，很美。我今天眼睛上是有用啦，但是它比较低调一点。但是我就是喜欢收集各式粉红色的眼线笔、眼线液，而且我原本想说那边卖的是原价，因为它原价一直是439还是469，然后我就想说哈，去屈臣氏看一下好了。但是我就有看到它其他粉红色的眼线笔啊、睫毛膏，就是没有看到这一支，所以呢，我就又再跑回去买，因为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把它收集到。如果你们也喜欢粉红色的话，他们那个椭圆笔芯的眼线笔也有出粉红色的，然后睫毛膏也有出粉红色的。如果你也是粉红控的话，赶快去买起来。那再来呢，因为屈臣氏他们2月有换购商品，所以我就去买了潘婷的爆水发膜。我也是看到网络上有人推荐说啊，要买发膜就是买这一个。天哪，我第一天用就觉得我有被惊艳到，我真的头发变得好滑顺，隔天起来也好滑顺，隔天起来也好香，然后看起来很亮，而且它一盒我的这个长度是可以用3次，那我就不会每天用，因为我就要冲比较久，我不想我的头发只能用这个来维持它的滑顺。对，所以我就是1个礼拜用2次，很喜欢这个感觉。这样子买下来1颗是35块，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便宜的。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发尾很干燥啊，很常染烫的人，因为我是很喜欢用吹风机吹头的人，我觉得它真的很适合受损发。那如果你们在别的地方有看到特价的话，对，赶快买起来。那这一盒我也是去屈臣氏换购，是 Always 的一体卫生棉，之前 Costco 有在特价，我换购的价位跟那时候 Costco 在特价的时候价位大概是1片7块，我觉得这是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价格，
因为目前看到一片大概都是10块，多于10块，它的价位真的比较不便宜，但是我觉得它真的很会吸。但我觉得就是因为它很能吸，我自己的感觉，因为我现在很少在使用卫生棉了，所以我就会忘记它到底吸了多少。因为有些时候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要去换它，我觉得它就是一直在吸，在吸，在吸，就是没有那种乱流的感觉。但是当然，如果真的吸太多，有些时候我是反而感觉可能内裤变得比较重一点，我才会想到哦，我要去换卫生棉了，因为它真的很能吸。而且因为它卫生棉的关系，它是一直吸，一直吸到底下去，它不会有一层干干的精血卡在上面，真的有比一般那种纯棉的卫生棉，我觉得有比较好用。我不喜欢纯棉卫生棉有那种摩擦的感觉，会觉得可能比较容易暗沉。有一个小小的缺点，就是我觉得它的翅膀呢弄得有点太长了，所以我觉得依照台湾女生习惯穿的内裤的版型，它的那个翅膀接近你臀部的地方，这样翻过去的时候，我觉得会一坨，然后因为它的胶又很黏，所以它不容易这样撕开，然后再粘回去这样子，你粘坏就粘坏了。它不像是苏菲那种，它的翅膀是2个这样短短小小的这样子。这样子包起来，所以你可能在包翅膀的时候技巧要好一点，但基本上我觉得它很好用，就只是觉得可以再便宜一点啊，因为毕竟每个月都要用，就是你的身体在失血，你的荷包也在失血。我差点忘记，最后呢，我想要跟你们分享，今天邮差有来我家，然后我就想说啥东西啊，我没有买东西啊，我没有上网订东西寄到家里来。我有买东西啦，但没有买是那种寄到家里的，因为我就想说，我通常都是跟抽奖很无缘，你知道吗？永远抽奖都是抽到那种最普通的东西，或者是不会有我的份这样子。前阵子巴黎莱雅终于把它金色的那个小蜜罐在台湾上市了，然后我就一直在注意说有没有在试用这个东西，因为它就把大家搞得很生魂。然后我有在看 Soda 的影片。他有抢先去试用小蜜罐日霜，而且我就觉得是他认证的东西，他有认证那个成分，他有去实测过，我就觉得小蜜罐好像真的是一个不错的产品诶。因为我不太使用巴黎莱雅的霜，因为我还有好多霜用不完，没想到居然被我抽奖给抽到了，好开心哦！我抽到的是小样的，但是是一组的。有他们的这个精华露，跟它这个小蜜罐的日霜，跟他们眼霜，而且你看它不是那种一包1ml的那种试用包，这样一组我应该可以用1个月吧，至少。所以先跟你们分享，我有收到这个东西，然后这2个礼拜我真的会去好好的试用，然后到时候我会把心得放在我的 Instagram， 或者是在之后的影片会分享这样子。对，我真的好好奇。我也是昨天有去屈臣氏试用了小蜜罐，我那时候擦在手上的时候，真的觉得是干的，不会有那种霜很 sticky 的那种感觉，所以我就蛮期待的。然后今天就被我收到了，好开心啊！谢谢巴迪莱雅，我会好好使用的。那如果你还是在犹豫的人，我昨天好像没有在宝雅看到，应该是大家的屈臣氏都有试用的，你们可以去试擦看看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希望你们喜欢。那最后一样宣导善用环境友善的产品，跟确实回收。如果你不喜欢的东西不想要继续用的话，可以送人、捐给弱势团体、上网拍卖或是义卖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想支持我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。那我们下个礼拜见，ciao。